男嘉宾小马，23岁，来自湖北，补习班老师；女嘉宾小林，23岁，来自湖北，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刚才是坐在那个角的吧？哎呀，我从那儿过去的之后，无意之间看到了一幕，他正举起拳头打一个人，是你吧？还乐啊？怎么了？毕业要很焦虑吗？对，因为毕业了，然后家里又在忙一些事情嘛，生意小生意，然后我就是压力很大，就不会像以前那么所以说我现在就经常对他发脾气。哦，对他发脾气。是的。行，说说你的焦虑，说说你的压力，都说说好不好？来。主要是这样的，因为快毕业了嘛，要忙论文啊，忙家里的生意，我就觉得很无助。然后他呢，你还要忙家里的生意啊？哎，对，所以就压力蛮大嘛，然后内心就很焦虑，就总爱跟他发脾气。以前的话都还好，是吧？最近频率就太高了。然后我又觉得他没有上进心，跟我不能一条心，就总是吐槽他、骂他。最近他老是跟我闹脾气，然后最近跟他老是吵架，然后我就觉得这种情况不能再这样持续下去了。行，你们这是说的感受，你们说点事儿给我们听听好不好？他说我脾气大是吧？就最近前几天才发生了一件事。他当着我的面把他的手机摔了。摔手机那次不是因为当时逼急了嘛？主要是这样的，当时我和朋友约好了一起出去玩，当时他给我打电话说他想过来，然后我就跟说朋友一起去接他嘛，接他过来完了之后，朋友上去了，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就突然就反对了，然后就不让我去了，我就非坚持要去，然后两个人就争执不下，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了之后，我的意思就是他在 A 和 B 之间选一个嘛，他一直不选，因为他就是这样，他每次他就是你要不就这样做，要不就那样做，只有一个选择。为什么你突然之间就说不让我去了？我又没做错什么。因为那天晚上9、10点的，我家每天早上忙到晚上，他呢，我觉得他不怎么忙，还到处潇洒什么的，然后我就内心可能有点不平衡，气一股脑的就上来了，知道吧？哎，你家做什么生意的？做麻辣烫。做麻辣烫，勤行活啊，这活累啊，所以你看姑娘挺坦诚的，我心里不平衡，所以我这样。然后他把手机摔了之后呢，这事儿，因为他一直都是那种脾气很好的人嘛，他摔手机，我觉得这事儿也蛮大的。虽然我骑车走了，但是我还是有点放心不下他，然后我就回去找。你是害怕了？我就回去找他嘛，也意识到自己太过分了，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然后没法接，手机摔坏了吗？对，已经摔坏了。他不接，然后我就给他发短信，意思就是说他下来再把话说清楚嘛。他也不理我。当时我到那的时候就已经快11点了，手机也快没电了，因为忙了一天。然后我就在路上找了个小学妹，就说把你手机借我打一下。我以为他把我拉黑了，就是故意不接我电话，结果没想到是真的坏了。然后最主要的是第二天还是我去找的他。为什么说最主要的是你找的他呢？基本上这种情况的话，要是我偶尔发脾气，我也知道我自己错了嘛。你说你看到短信之后，也应该知道我主动低头了。这女生可能想不到，手机已经摔坏了。明明后来还是我哄了你，她就是有时候突然有个想法，她就非要逼着我去做。然后你过去都挺顺从的吧，兄弟？以前还好。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抗的？就是因为我辞职了嘛。他为什么会因为你辞职呢？因为你说我比他大一届，然后早他1年毕业，到荆州去实习。你是荆州的？对。实习完了之后，他当时就觉得两个人，他在武汉，我在荆州，两个人跑的，我就跑的不是很方便嘛。然后就从荆州到了武汉找了份工作，也工作了1年。然后最近他情绪比较不稳定，然后也是老是吵架，然后我就想着把那边工作也辞了，然后到学校跟朋友一起创业，然后也可以照顾他的生意，照顾他的人。你从荆州到了武汉工作了？对。到了武汉工作了，怎么就辞职了呢？因为他的情绪特别容易跟我吵架，然后我就觉得隔远了，然后可能是因为距离远了，然后没有照顾到。所以我就想着辞职了，过来什么都可以多关心关心他。你的意思是你辞职是为了照顾他是吧？对。
是不是后来发现辞职之后不仅没照顾，反而两个人打得更厉害了？其实他为我辞走还是蛮感动的，是吧？他辞职到我那边嘛，然后我们家也说了是做麻烫的，基本上就是我爸我妈我们3个人嘛。然后有一天就是我爸突然有事儿出去了，那不就2个人忙不过来吗？他心里都清楚，是吧？我都说了，他补习班只是5点到7点比较忙，因为做麻烫就是吃饭的那个点要配送啊，又店里有人，然后他就在家里睡觉，也没说过去帮忙，然后我就觉得特别不舒服啊。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那天我感冒了，结果他因为这个事情生气了，然后也是吵了一架。累了之后就这样是吧？你说他不上进对不对？咱们说说他怎么不上进好不好？他因为办补习班，就是只忙那几个小时，而且还是跟别人合伙的。我就觉得应该自己想一下，有拼搏意识一下，而不是说跟别人一起合伙。主要是别人那个事情先前就在做，他只是后来加入进去的。所以我就希望他应该自己拼搏一点嘛，然后有什么想法他也要努力的去做，而不是仅仅说我说什么他就是什么。虽然说我有点在小事上面确实是要求挺高，大了点，对，但是我希望他做一些什么事情，他能有他自己的主见。反正女生每次反正把他招完之后，还都自己这个道歉是吧？但是隔2、3天又会吵所以女生的焦虑我基本听明白了。女生的焦虑是家里开了麻辣烫在创业，她帮着家里人创业，然后又要做毕业论文。毕业之后是不是就干麻辣烫了？不是。那干嘛呢？因为我们还有一个主要矛盾没说出来先前，就是我们想去北上广那边走一下，跟别人学习，哪怕辛苦一点累一点，过几年之后能有自己的一番事业。他对我的想法总是就是无人可以。那你支持他去北上广吗？以前一直都支持他的。现在呢？很多方面他就完全不顾我的感受。你说说什么方面？就比如说去年12月份去广州，他说是去在那边摸摸生意的情况，然后他想着今年然后毕业了之后就过去自己开个店，在那边去相当于给别人打工。当时我们2个人是钱是放在一起的，我给了他7000块钱，结果他1个月就全部花完了，买了3、4千块钱的衣服。当时完全不知道，后来买完回来才告诉我，他完全就不考虑我的感受，也没有问过我这个钱能用多少，自己花完了，然后我就不知道。去广州多久啊？1个月。7000块钱都花了，含食宿吗？食宿都是别人的。别人的是谁的？就是我亲戚住的房子，然后跟他们一起吃嘛。你是去考察什么？考察店面？不是，是给他帮忙嘛。然后我以后也想做服装行业。所以你跟他说的是去广州学习，结果去花了很多钱。你学到东西了吗？我觉得就是玩了一趟。还有一次是去云南旅游，然后半途给我打电话，他说问我要不要茶叶，我说那就带一包茶叶回来。结果回来了之后，茶叶就自己做主送给别人了，也没问我。是这样，因为家里亲戚也比较多的，这个送一点，那个送一点。然后送完了之后，发现给他茶叶送别人了，我当时真的特别不好意思嘛。以后上淘宝买，别自己带了，累得慌，你知道吗？在云南，打开手机，咔咔咔选完之后，配送到家，下了飞机，全都到家门口，你再送一样的，你知道吗？就这事儿你还往心里去啊？还有什么让你不满意的？我再听听。最近买减肥药买了好几千，然后也不告诉我，后来知道了，快递就到了，买了也基本上很少吃。最近就因为这个事也一直吵。我还是没有得到答案。他想去北上广学习发展几年，然后回武汉创业，是这意思吧？这个想法你认同吗？你愿意陪他去吗？以前我是愿意跟着他走，我感觉他现在不太在乎我的想法，只顾自己的感受。他要不去的话，你自己还去北上广吗？我也会去啊。那这样的话，你们不就是两地了吗？那怎么办呢？所以说之前嘛，他都是说跟着我走的，其实他反倒说现在他不愿意去，我心里还舒服一些。你是觉得这么多年你挺亏欠他的吗？对，因为我室友也都说他一直对我挺好的，然后我其实自己打内心里也觉得他对我挺好的，所以我觉得很亏欠他，所以我才去想来的。那你会为他不去北上广吗？但是这是人生的方向和目标啊。好，老师们看看怎么办吧，一起进入新氧 APP 丘比特问卷。每个人都会有压力，
只要我们对生活有要求，我们就会有压力。可是你的压力源自于自己的能力还没有办法完全处理你现在所面临的这些事情。比如说马上要毕业论文，自己从来都没有做过生意的麻辣烫，然后包括去广州要做一点小买卖，这些事情完全超出了你的能力范畴，所以你才会有压力。但是这种压力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都会面对，可是很少有人会把这些压力作用到自己的男朋友和自己的家人身上。你为什么会在他的身上有折射？是因为你觉得反正不管我怎么对他，他都不会跑。对啊，他可以放弃自己的工作，从老家到武汉来，他可以为了我辞职，只要我做什么他都不会离开我。所以你肆意的在他的身上做了一些事情。而为什么这么放肆，就跟男孩子有关了。你刚刚一直在讲说他花了7000块钱都不跟我商量，也不给我买衣服，也不给我买茶叶，因为你没有要求，他做什么你都同意。在你们两个的关系当中，最开始我以为是哇，火星撞上地球了，还敢摔手机啊，都是暴脾气，挺好，挺般配。但其实不是，你是地球，他不是火星，他是太阳，你围着他转。他在武汉，你就在武汉围着他转；他要去北上广，你就去北上广围着他转。他是你世界的中心，所以他才会肆无忌惮，就是因为你没有要求。我觉得作为男人，不要老是抱怨说我为了你我怎么怎么样，我为了你我怎么怎么样。你愿意啊，你自己的选择。在你为了他的过程当中，你也感受到了爱，你对他的这些关心呐、陪伴呐，你自己也是幸福的。所以永远不要强调我为了你我怎样，而是要做自己的主。我到底愿不愿意去北上广？你们俩的关系即使将来继续相处下去，我也希望这件事情你能自己做主，给自己拿回主意，好不好？好的。但是我认为最后的结论是不合适，并不是由于压力，由于毕业才不合适，而是一个鸿鹄之志撞上了随遇而安。两个人的生活态度是完全不同的。我并不会表述说随遇而安不好，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的生存状态的理由。但是显然他不会偏安一隅，他有很大的人生规划和梦想，而这个人生规划和梦想有没有你，现在取决于你继续当不当地球。即使有一天你一直围着我转，他也有可能跳出银河系。所以我才跟你讲，人要做自己的主，为自己的未来做决定，好吗？祝你们幸福，谢谢。好，谢谢左岩老师。谁说现在就女人就想过小日子呢？很多时候女人也想轰轰烈烈的，那也有很多男人想过小日子的。我觉得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我倒不觉得你们有太大的不合适。在我们这舞台上，经常有姑娘跑过来说：“你这个男人怎么没有责任感，也不考虑我一下？”一样的，他就跑过来委屈嘛：“你这个女人怎么没有责任感，怎么不考虑我一下？”考虑他一下。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你最近那么焦虑？确实和毕业季是有关的。毕业是一个很大的事儿，是一个人生阶段向另一个人生阶段的演变。那这种演变是压力和责任的变化。社会环境的变化，我认为学校里面的恋情在毕业之后必须重新开始，因为进入了新的社会环境，所以以前那些东西没了，重新认识这个人，重新认识彼此。这个人就是磨磨唧唧的，不可能在事业上帮你很大的忙的，他就是一个小男人，你也重新认识他一下，一定是你扛家庭的责任，重新审视这段关系。不再是学生学校时候你们曾经过去的那个关系，而是一段全新的关系。重新去考虑一下，如果是现在这个节点，我还要不要他做男朋友？现在这个节点，我还要不要他做女朋友？就我今天是第一天认识他，我们究竟还合不合适？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新的社会环境，新的人生，新的野心和新的考量。谢谢。来，严老师。我说点乐观的话，虽然说大学期间的恋爱是一个过程，但实际上如果你们真心相爱，真心相守，一个人的本性是可以看得到的。
我相信你心中明白，这个男孩的本性，他能给你带来的安稳感，别人给不了，至少在这个阶段，无人能替代。所以，即便世事变迁，人事变化，但是如果我们的心能安稳地放在一个地方，我觉得也是一件幸运的事儿。所以你可以反复去衡量，他给我的安稳的感觉和我要大展宏图遇到的坎坷，需要不需要这样一个人帮我去共同分担？他分担能力会差，但是他等待的能力可能比别人强，你要自己判断。而小伙子，我想说你的是，今天的安稳换不来日后的安稳。如果你不进步、不独立、不拥有更加想要和他一样奋进的思想，我真担心你迟早会被淘汰。所以希望你变被动为主动，重新审视你们的感情，做出自己的抉择和判断。谢谢。谢谢严老师。来，涂老师，真的想去闯？真的。那为什么每次出去不好好学习，总忙着消费了呢？因为学习的过程也很漫长嘛，我只是去看一下具体的经营模式。我看你也只是去看一看。在职场当中，我们要做到的是扬长而避短，但是在爱情当中，我们要做到的是取长而不断。有些人说性格相似的适合玩闹，性格互补的适合厮守，但这是有前提基础的，那就是彼此是真的有爱在里面。有爱就可以互补，没有爱就互为拖累。我是真心情愿的愿意以我之长去补你的短，因为真爱，所以我不希望我的短来拖累你的长。但我看不到你们之间有多爱，你们不过是因为性格的不同而产生好奇，所以才走到一起。但你们没有真真正正的用自己性格的长短面去契合对方的长短面。你说你想闯荡，老师也说你鸿鹄之志。真正的志是什么？真正的志不只是想一想，出去看一看。真正强大的人也许就像他这样是内敛的，而那些貌似有志向的人，也许遇到真正艰难的时候，他会停步不前，这都不一样。所以其实说白了吧，还是你们俩之间因为好奇走到一起，因为了解而要分开。我是个强势的人，所以如果我感觉到我的爱人在某些方面比较软弱，我愿意挡在他的前面。但同时我也知道我是个粗犷的人，所以在有一些细腻的方面我一定做得不好，于是我就听我爱人的。彼此之间是真想在一起过日子，想成为一个整体，才会紧紧地粘合在一起。但是如果没有，那只是互相都看不惯对方罢了。从有一些事例上来看，你在有些方面心里的确是没有的，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心里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而他对于你从最开始的有兴趣，到后来变成了忍耐，所以你们俩现在其实就很不开心。所以你该闯就闯你的，男生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你们之间如果分手，一定并不痛苦。好，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男生，我最后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想要什么样的日子？为未来多做打算，多攒点钱。哦，姑娘，你想要什么样的日子？我想未来靠自己的努力拼搏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你看，完全不一样嘛。这个是多打算，多积蓄；这个是我要打拼，我要为我的事业去奋斗。两个人要的日子的方向都不一样，我也不知道你们俩真在一起了会咋样。最后要说的非常简单，如果你们要的不是一样的生活，那陆琪老师给的角度我倒觉得挺好，清零重来。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是希望你能够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理性消费，多攒点钱为未来打算。你说你要去北上广去打拼，我觉得我可以支持你，
但是以你现在的状态，有些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劝你，有时候适得其反。我希望你能明白。我希望你，觉得如果大家不合适的话，也不必那么勉强。有什么事的时候，你可以告诉我，并不是需要一直沉默不说话。有什么情感，你也可以向我表达，我都会珍惜你的意见。谢谢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本节目由真正有效的皮肤管理专家新阳美容 APP 特约播出。看结局吧。来，请开门。来，请开门。抱一抱。